第一站是在夏威夷，我当时是借宿在一个男性的一个家里，因为我当时没有经验，然后我自己只能说是在自己胆儿比较大，我就先尝试，然后我们就变成了很好的朋友。我们还一起去 hiking 啊，然后一起去 sailing 啊，就是相当于去做了很多当地我作为一个纯粹旅游没有办法去实现到的一个事情。大家好，我是陈思雨 Cici， 我是一个就是正在学习积极心理学的环球旅居人。因为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就是比较中规中矩的是在国企，是在一个设计院里边工作，然后在里面待了是接近10年的时间。第一次的一个旅居经历是在澳大利亚，然后这个是相当于开启了我的一个新世界的一个大门，让我知道了去触及到一些海外的一些生活方式。我是大概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那一天也是有如往常一样在学习积极心理学。那天是学到了那个内在动机，然后当时我就在想，我说其实我需要去做一些回馈的事情，它不是为了去帮助人而帮助人，就是你自己想去做。所以我当时很随机的发了一个帖子，也是基于我当时在马耳他生活。我当时在马耳他，因为租住的房间还不错，就是房子。那个公寓还算是比较大的，我就在想，如果我可以把那个我的房间，然后分享出来，然后给到需要的姐妹们，然后这也是一个就是小小的一个善举吧。我当时就在小红书上发了这么一个帖子，说欢迎到马耳他来旅行的姐妹到我家来免费短期住宿。结果那条帖子就是好巧不巧就突然间得到了大家的关注，我在很短的时间，大概1-2天的时间就收到了上千的回复和私信，然后就很多姐妹就跟我留言说，我也住在哪，就是全球各地都有，然后也欢迎你到我这儿来住。当时有姐妹就在下面留言，就说，哎，你不如建个群，然后大家不是有这么多人愿意分享吗？我们就可以大家通过这个分享，然后去到全球各地去旅行。然后我就又在网上去招募了群管理，然后当时就算是团队的一个雏形的一个搭建，所以当时就取名叫 She Stays， 然后全球女性借换宿公益项目。我们现在是去成都的一位宿主的家里，因为我们去做 She Stays 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有特别多就是全球各地的一些小姐妹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平台。然后像成都的话，也是因为也是一个旅行的网红城市嘛，然后也有不少的姐妹把她们的这个房子都分享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去到其中一位姐妹的家里，然后去看一下。好在。Hello， Rose。Hello， 欢迎来到我的 Flora Sweet Home， 来带你参观一下。走吧。这个是客房，客房的话就是这个就是可以住的。比如说像借换宿的时候，是必须要你在的时候才这个吗？住吗？不用呀，就是我经常，因为我也是全球到处飞的，所以就是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商量好了，协议好了，那我可以给到他的一个那个密码嘛，然后只要他遵循我们的这个爱污这个原则，然后爱干净，然后能够又帮我去维护一下我的卫生，那就没有问题。我这里 surprise 还有一个床。那个拉下来那个是不是？对，这本来是猫猫的，在这里还藏着一张床，也就是说，我们还可以借宿一个人，所以这里面就是藏了一个有趣的床。其实很多女孩住在另外一个女孩的家，她其实能够收获到远远在这个房间里面去住几晚上更大的一个收获，她可以得到她以前认知范围以外更多的一个东西。就比如说我的一个生活背景和你的一个生活背景，或者是和他的一个生活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每个人生活的城市和国家也是有所区别的。那可能在我们的这个交际当中，它不简简单单是吃一顿饭喝一个咖啡这样子，我可以跟你分享更多的东西。就比如说我年长一些有小一点的女孩子住在我的家里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分享，就当然我不会以说教式的方式去告诉她，而是分享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能够希望通过这个借换宿这3个字，这个就是很简单的这个概念，去产生更深层次的一个链接。